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皇帝非常多，将近有500位，其中武则天是不得不说的一个人物，因为她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。关于她的故事非常多，她的一生啊也非常传奇。但是有一点呢，到现在仍然有争议，就是说武则天的出生地到底是在哪里？一种是说她在山西文水出生，还有一种说是四川广元，最后一种呢是陕西的长安。到底在哪里？没有确切的。四川广元我们去过了，我们今天来到的就是山西文水的一个则天庙。今天就来这里讲一讲武则天的故事，了解一下武则天到底出生在哪里。还有一点是说，这个庙里面呢保存了武则天的真容像，就是说武则天可能到底长什么样子，在这里能够得到确切的验证。武则天的长相啊，真容像我们在四川广元看到了，那这里呢不知道会不会跟那里是一样的。现在呢我们就去这个则天庙里面看一看。说到武则天，大家对她一定是非常敬佩，在封建王朝能够以一个女人的身份登上帝位，这是非常困难的，基本上我们说绝无可能，但是在她手上实现了。你看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的历史，女皇帝只有她一个，这里就能证明她的能力。在武则天之前可能有女人掌权，但是说做皇帝可能想都没有人敢想。则天故里梨园，我们现在就来到则天庙里面，这里也被称之为是武则天的故里。在我们身后呢有一个汉白玉的雕像，那个呢描述的是武则天中年，这就是武则天的雕像，汉白玉的。这个应该是武则天中年时期的，因为如果是雕刻武则天老年时期，应该是皇帝的雕像，这个样貌也不像嘛。年轻的时候又不像，因为武则天她入宫的时候还是非常漂亮的，还是一个青春少女，10几岁，所以这个应该是中年的。武则天能够当上皇帝，她一生是经历了太多的艰辛。这个则天庙，它是唐朝时期修建的，也就是说武则天那个时候修的，后面唐朝灭亡了就被破坏了，到了金代的时候又重新修，一直保留下来。当然中间呢也经过一些修缮，其中里面有一些东西啊还是金代时期的。则天庙当然是讲述武则天的故事。关于武则天大家可能都非常熟悉，她一开始呢是一个我们说的大臣的女儿，后面入宫当了相当于是李世民的妃子，当时那个时候地位还不高，是叫做武才人。后面李世民去世之后，她去了感业寺当尼姑，最终呢跟李治啊弄到一起去了。那李治后面就把武则天接为皇宫，从这个时候开始呢，武则天就相当于开挂了一样，进了皇宫，当上妃子，当上皇后，后面呢辅助李治处理政务，最终呢李治去世之后，武则天变成太后，后面呢又把他的儿子废掉，他自己当上皇帝。那么很多人可能会说，武则天能够当上皇帝，全是靠她自己厮杀出来的，这有一部分原因。其实呢还有一点原因呢，武则天能够当上皇位是跟李治有关系。李治呢，大家对他的印象可能是软弱无能，因为主要他是有一个太厉害的父亲，还有一个非常厉害的老婆，他夹在中间呢，可能就默默无闻。但是恰恰相反，李治的水平啊非常高，在中国历史上、皇帝史上，他都能排上号，在唐朝就更不用说了。其实呢，李治啊是通过扶持武则天进行一系列的手段，最终夺回了大权。后面是由于李治身体不好，他一直在培养武则天的政务能力，从而呢让武则天呢逐步掌握大权。你看李治在去世之前，他要处理武则天只是一句话的事情，只不过呢李治啊确实一直非常喜爱武则天，这个从他们有那么多小孩就知道了。武则天当时呢，她是一步步成长起来的。她刚刚被李治接回皇宫，她又没有我们说的权力，又没有人脉，她只能靠李治。然后李治呢，是通过武则天这条线呢，先是废皇后，后面呢又把长孙无忌废掉，流放重庆，最终呢逼迫长孙无忌自杀。可能很多人会说，长孙无忌自杀是武则天要求的。那个时候武则天没有多少要求，她怎么能够处理掉李治的舅舅呢？是李治为了夺回大权处理的
那个长孙无忌。从这个时候呢，李治完全掌握大权。后来到了李治中晚年呢，他由于身体不好，特别是头痛和眼睛呢，然后又逐步放权给了武则天。特别是李治去世的时候啊，留下了一道这样的诏书：军国大事有不决，可以由皇后决定。到了后面是皇太后嘛，那这个圣旨代表什么呢？代表了武则天拥有废立的权利。当时李治可能这样想，不管是哪个儿子当皇帝，反正武则天都可以扶植嘛，就算废掉了，也还是李家。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啊，武则天那么能活。因为李治去世的时候，武则天差不多60岁，那个时候谁也不会想到武则天还能活20年嘛。在前方这里看到的是一块巨大无比的碑，从底下到上面，我感觉有7、8米高啊。这个碑是非常大的。这块碑也是金代时期他们为了纪念武则天而立的，你看中间还写了2个字“大金”，因为这里面很多建筑啊是那个金朝弄的，上面还写了一个乾陵啊。那么右边这些字啊，大家看一下，这个是不是我们不认识啊？跟我们汉字不一样。这个有一种说法，这是金代的文字啊，就是说的女真文，不知道真假，反正这个是不认识的，因为跟汉字完全不一样。现在我们就来说一说武则天出生的有关信息。很多人都说她出生于山西的文水县，因为她父亲属于山西人嘛，这是一种。还有一种说法是她出生于四川广元，主要是考证她的父亲当时在四川广元为官，然后关于武则天年龄也对应得上，并且呢，在四川广元还有一些关于武则天的石碑这些东西。同时呢，那里还有一个庙，也是关于武则天的。最重要的是，里面有一个武则天的老年塑像，那个是跟武则天可能确实非常像，而且是武则天下令建造、下令锻造的。从而呢，很多人把它确定为在四川广元出生。还有一种呢，是说他出生地是在陕西的长安。武则天的父亲，他相当于是很早就跟随李渊，并且把家里的财产呢给李渊当军饷。李渊当上皇帝之后，就把他的父亲封为国公。那封了国公，他肯定也是跟随长安。那从而呢，武则天是在长安出生的。主要说法是这3种。那么大家会觉得是哪种呢？按照我个人来讲的话，主要的争议其实应该是算在长安和四川广元的。基本上山西只能算是他的祖籍。武则天出生在山西应该是首先排除掉，因为武则天按照历史记载是公元624年出生。那个时候啊，武则天的父亲基本上就没有在那个山西这一带，基本上是在长安以及呢四川广元一带。所以说基本上出生地只能是从这2个地方寻找。这个庙里面很多块碑，这一块非常珍贵，上面刻满了碑文。据说这个是武则天亲自写的碑文，而且是用的飞白书。飞白书是唐朝一时期非常盛行的一种书法，因为在唐朝初年，李世民非常喜爱书法。大家都知道，那个王羲之的《兰亭集序》很有可能是在唐昭陵或者是唐乾陵，这上面很多字啊，明显的可以看到这个字非常精美。飞白书跟我们平时看的不一样，这里的字呢，字里字间可以看出武则天张扬又强势的个性和无法掩饰的才华。大家看一下这个字体是不是非常精美？我们经常会说，从一个人写的字啊，字里字间能够看出这个人的品性。那这里很多人就会讲，显示了武则天张扬而有才华的个性。在这个庙里面还保存一对非常大的狮子，当然它这个狮子原本是不在这个地方的。大家看一下，非常巨大呀！在陕西，大家如果看这种巨大的狮子不稀奇，因为基本上所有的唐王陵、唐帝陵都有很大的狮子。
特别是武则天陵墓的，包括武则天儿子陵墓的都非常多。那这个狮子是谁的呢？是武则天父亲他陵墓前的狮子，是一对啊，2011年出土的，它高度4.47米，重26吨，可以称得上是山西最大的一对狮子，很壮观吧。则天圣母庙，大家看这个建筑是不是有点像一个分界线？我们常说的前朝后秦的局面，这里应该也是。它这个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这里呢其实是一座戏台。其实很多地方呢，它的戏台下面就是一个通道，戏台过来一点点就是则天庙的大殿，左右两边是偏殿。在这里还有个碑廊，一般这种寺庙或者什么祠，它都有碑廊的。这一块碑要看一下，写的是孝明高皇后，是武则天的母亲杨氏。其实武则天的母亲她的陵墓啊是在陕西咸阳，我们之前也去过了，她那个陵墓修得非常大呀。这些碑从唐王朝的到那个清朝的都有。其实只要历史悠久的庙宇或者刚才说的那个祠，它的碑是各个朝代各个时代的。你看我们这一块，它写的是雍正3年，还有写的是光绪时期的光绪18年。这块碑据说是唐朝时期的，1000多年了。因为这里写了一个曾孙五福贵，你想一下，他这个地方只有说祭拜先祖才为立块碑写的是曾孙，其他人就不会写是曾孙嘛。所以说这一块碑据说是唐王朝的。我们现在就去大殿里面看一下，里面呢有个武则天的塑像，据说武则天长得就是里面那个样子的。这个建筑呢，其实也是宋金时期保留下来的，特别是这个大门，就是金代留下来的，800多年了。因为它这里雕刻了是什么时候建造的，黄统5年。在大殿里面就是一个武则天的塑像，大家看一下，她是头戴金色的凤冠，穿着云纹的霞帔，手上还有一个如意。其实武则天的那个塑像在四川广元还有，那个呢是武则天晚年的。大家看看，这个属于武则天什么时期的？大概也是中晚年时期的。据说那个四川广元那个更真一点，那个比较霸气，他那个眼神呢，看起来都让人不寒而栗。而这里呢，这个雕像看起来是不是有点微笑，然后人呢也比较温柔，比较温婉。那可能他是时代不一样吧。那个时期，四川广元呢是唐代弄的，而这个呢可能是宋金时代的，有所区别。在唐代时期，那个时候武则天应该是一个杀伐果断的人物，因为她要当皇帝，要治理天下。而这个地方呢，它是宋金时期的，已经隔了几百年。那个时候，武则天在他们官方的心里，应该说已经不算皇帝了，只能算是一个皇后。这个到底是不是武则天的真容像呢？其实关于武则天真容像啊，众说纷纭，大家也很想了解。你像洛阳龙门石窟的卢舍那大佛，据说是按照武则天的模样建造的。四川广元的黄泽寺有一个武则天的真身塑像，包括那个四川广元的千佛崖也有一个佛像。那今天来到这里呢，有一个武则天的像。从角度来讲，我感觉四川广元黄泽寺的应该是更真，那个人的气质啊，包括像的穿着打扮。这几个武则天的塑像、真容像应该是代表不同时期的，眼前这个应该是属于武则天还在当皇后的时候。我们再看一下，在这个神龛上面还有一个回首的落地龙。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？我们一般看的龙的话，壁画上面也好，雕刻也上面都是在空中翱翔，或者是踩在祥云上。而这里落地，主要是因为啊，在中国古代有这样一个说法：父为乾天，女为坤地，就是母为坤地。那武则天是一个女子，那自然的就说坤地这条龙呢，就在地上进行回首望，大概是这个意思。同时，这条龙它是不同于代表男性帝王，它是代表了武则天以女人身份登基称帝的典型形象。关于武则天的真容像，我们看到了；关于她的出生地在哪里，我们刚才也介绍了。